你可能会想，我只是坐着，又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但你知道吗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久坐列为现代人的隐形杀手之一。研究显示，每天坐超过6小时，会让寿命平均缩短3到5年，对身体的伤害甚至被比喻为新的抽烟。更糟的是，这些伤害往往不是马上发作，而是默默累积。你可能会觉得只是腰酸、下午犯困、注意力不集中，却不知道这正是身体在发出警讯。如果你跟大多数上班族一样，从早到晚坐着开会、用电脑、打车、回家追剧，时间很容易累积超过6小时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用最简单的方式，让你了解久坐对身体的全面影响，还有3个立刻就能开始的改变方法。最后，我会给你一个7日挑战，保证能帮助你真正打破久坐的危机。很多人以为久坐只是一次坐很久，但其实关键在于连续与累积。只要连续超过60分钟没有起身活动，身体就会进入低耗能状态，代谢率急速下降，血液循环也跟着变慢。如果你早上开了一场1小时的会议，中午吃完饭又划了半小时手机，下午又做着赶报告2小时，这样加起来很快就超过6小时。久坐的陷阱就在于它无声无息，等你回过神来，常常已经累积一整天。研究指出，每多坐1小时，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与肥胖的风险就会增加。换句话说，久坐不是单纯的坐太久，而是长时间持续不动的结果。它不像跑步后会喘，不像受伤会痛，而是让身体慢慢的生锈。你看似没事，但身体里的小开关正在一个个关掉。当我们长时间坐着，腿部和臀部这些大肌群几乎完全不出力，结果就是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降低，胰岛素需要更大力分泌才能把血糖压下去。长期下来，这会导致胰岛素阻抗，进一步增加糖尿病的风险。另一方面，脂肪分解酵素的活性下降，三酸甘油脂开始上升，好胆固醇下降，血液变得更粘稠。你可能会发现，虽然饮食和以前差不多，体重却开始慢慢往上爬，尤其是肚子的位置特别明显。这不是因为你突然变懒，而是身体在久坐模式下自动切换到省电状态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不再烧能量，只会存能量。这种代谢低谷不仅会让体重控制更困难，也会增加心血管与内分泌系统的负担，让你的健康在不知不觉中被拖垮。久坐带来的影响是全面性的。第一，心血管系统会首当其冲，因为腿部肌肉不再像帮浦一样挤压血液，血流回心脏的速度变慢，静脉压力上升，久了会造成血管内皮受损，动脉硬化提早找上门。第二，血糖与体重控制变得困难，葡萄糖利用率降低，胰岛素升高，让身体更容易囤积脂肪，尤其是腹部肥胖。第三，骨骼与肌肉开始退化，腰椎长时间受压，肩颈因头前倾而酸痛，唇肌则因为长期不用而逐渐萎缩，日常动作变得吃力。第四，大脑与情绪也会受影响，血流不足让注意力下降，晚上因为蓝光与紧张状态更难入睡，隔天起来又更疲倦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换句话说，久坐不只是屁股痛，而是让身体4大系统同时出现警报。很多人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我每天都有运动1小时，应该能抵消久坐吧。可惜，真相不是这样。研究显示，即使你每天有规律运动，如果其他14个小时都坐着，久坐的伤害依然存在。运动像是踩油门，可以暂时提高代谢，但久坐就像拉着手刹车，两者同时存在，车子还是跑不快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上班族虽然下班后去健身房流汗，却仍然觉得体重难降，下午容易疲倦，
重点不是取消运动，而是要双管齐下，持续运动的同时，也要想办法减少久坐时间。换句话说，运动不能取代活动量，你需要的不是更大强度，而是更高频率的起身与动作，让身体从头到尾保持在活跃状态。那么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久坐带来的伤害呢？第一个方法是28-2原则，每20分钟坐着工作，就花8分钟改成站姿处理任务，再花2分钟走动或伸展。做不到完美没关系，能做到一半就很有帮助。第二个方法是善用零碎时间，打电话时站起来讲，倒水时顺便走几步，列印文件时不要把印表机放在桌边，而是放远一点，让自己被迫起身。第三个方法是安排小动作，像是椅子起立10到15下，墙壁伏地挺身10次，肩颈伸展30秒，整套不到3分钟，却能立刻恢复血流。这些方法的关键在于频繁，而不是激烈。把它想成重启代谢的小按钮，每一次起身都在让身体回到运作模式。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不妨跟我一起做7日挑战。第2天是25分钟闹钟，响了就起身走1分钟。第3、4天，午餐后固定走5到10分钟，下午3点做一次椅子起立加强推。第5、6天，所有电话都改站着讲，会议中加10分钟站立。第7天，检查自己是否还有连续超过1小时的久坐，把水杯移远一点，或找理由去茶水间走动。完成1周后，你会发现下午精神好一点，晚上睡得比较稳。3周后，腰围可能减少；6周后，体脂下降；12周后，连裤头都会松。别小看这些微小的动作，它们比你想象的更能帮助健康。留言告诉我你想挑战的方式，我会帮你调整成适合你的版本。久坐不是你的错，是这个时代把我们推向椅子，但主导权在你手里。只要一个闹钟，一个起身的决定，你就能开始扭转。从28-2原则做起，把电话当成站起来的暗号，把水杯放远一点，让环境推着你动起来。再加上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，以及每周2次阻力训练，你会发现自己下午更清醒，晚上更好睡，腰酸也少了很多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分享给你的同事和家人，因为你可能正在救回他们的腰椎和心脏。最后，我想问你，你平均一天做多久？你会先从哪一个方法开始？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亲自回复你的心得。